其实要吃就要吃这种纯手工的，一个四川人从小吃到大的，绝对正宗。饼粉儿，杨斌，师傅好，哎呦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看到师傅了。哎，今天给我们做啥子菜呢？今天我做一个饼粉。饼粉儿，对，哎，安逸。说到这个饼粉，可能谁都在做。那么我今天真正的做一个四川人，真的饼粉儿，绝对正宗，对，从小吃到大的。哎，好，开始。这个是饼粉纸，这个东西其实在四川可以这么说，就是满大街都是，满山上到处都是。四川话叫酸浆汁儿。它的长的形状啊，跟那个东北的姑娘一样，一模一样的形状，然后把它掰开之后，把那个籽儿取出来，它的果胶含量非常的高。这是一种植物，对，这是一种植物。其实这个东西在网上随处可以买得到。它在这个饼粉里边起啥子作用呢？它的果胶含量重，就是我们把这个水凝结在一起。我是用的是50克，这个是100克，50克，哎，非常2份儿，稍微洗一下就行，不要洗久。因为是做的是2个颜色的嘛，然后2个盆也要换一个，最好其实是净水啊，更好的净水安逸。对，50克放矿泉水，3斤半到4斤左右的水就可以了。3斤半4斤。对，这个好，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咱们做2种进去，泡一下，大概可能是泡个5、6分钟。那因为它那个果胶含量比较重的话，你稍微用水把它泡一下的话，它马上就可以了，发得快一点。那么现在还来一个，这个很有不一样的东西啊。红糖，在四川叫砂糖，它形状很像砂块。对。你看，如果你在超市里面或者在北方买的红糖啊，它是粉状的，对，要不就是块状的，片状的。然后这个其实我掰了一个角，那个很大一块，用这个刀把它这样，四川的红糖的话，它比较香，因为普通红糖的话，它出来的红糖水是黄的，而且它那个香味啊、口感啊，这个焦糖味不够，对，焦糖味不够。四川的红糖比较纯，然后一般好多人就是熬，但是我是拿来蒸。因为熬的时候，如果稍微掌握不好的话，它容易会糊掉，这个焦糖就太糊掉，会发苦。这是1斤的红糖，配上2两水，好了，马上就化去了，巴适得很，好巴适。好，放分锅，蒸一下。对，一般情况下这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差不多泡了有几分钟了。我拿一盆里面搁点果肉，对，差不多的量。我大概可能搁了有个红的100克嘛。红的火龙果。对，我这个先放着。没放。我先来搓这个泡了，你看它里面开始起坨坨了，就是你看里面结块了。对，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搓冰粉呢，其实还有一些讲究。如果说咱们在水底下去搓，出来是煤气泡亮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小时候啊，还有现在不管那些商家啊，咱们都是这样从水上去搓，待会儿满盆的都是气泡。气泡一个是它有口感，再一个是呢好看呢。其实，在四川不管大街小巷、学校门口，还有码头，然后到处都有来一个大姐或者这个老太太，她就卖饼粉。对，然后好了，这稍微再搓一下，包括这个也是稍微给它再搓一下，因为今天做的是2个头。对，幺妹儿卖啥子呢？卖饼粉儿。然后这个时候特别关键的一个东西，石灰5克。然后现在把这个水先放进去，放半斤水。其实这个在买饼粉的时候，他就给你带这个石灰水，泡上放一边去，不用管它。石灰是含的那个碳酸钙嘛，加了这个石灰水之后啊。它就把一些比较发散的一些果胶啊，跟水完全融合在一起，才能有那个果冻的感觉。混为一体。这个搓的时候，其实就让它果胶充分的出来，大概其实搓个几分钟就可以了。黏了，对，黏了，特别黏，起泡了。对，就是离开水这么挤，然后这个泡沫就丰富。要是做出来那个冰粉里面全是那个泡沫，非常漂亮。直到搓到这个纱布袋里面没有那么粘稠了，对，其实这个差不多了。好了，现在加一个石灰水，沉淀不用管它，尽量的朝一个方向，然后慢加快搅，使这个水啊微微的发黄就可以。颜色变了，看，黄了，就变化了。对。
这个不能加的太多，大概就是咱们3斤多加4缸左右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就让它静置在这儿放一下，放冰箱。放冰箱。对，这个先静置一下。好，放冰箱。现在来搓这个带果肉的，这个加的是火龙果，一边搓的时候一边去捏捏果肉。然后夏天的话加西瓜也好，或者加这个火龙果也好，各种颜色，反正味道出来都非常的好。小手洗的真白啊！搓冰粉之前也得把手洗干净了啊。对，要洗干净，洗白嘞。其实就要吃这种纯手工的，或者你戴个胶皮手套，没有那个手感，还要去感觉一下那个手感。好规矩，对，慢下快搅，朝一个方向去搅，不要下面的沉淀，只要上面的那个水，澄清的水。好了，好嘞，这就差不多了啊，这就差不多了。这个因为放了一下冰箱的话，口感会更好。好，对，特别漂亮。这个刚取出来，先咬这个吧。让它带点眼儿，它本身它里面就有点水分。对，对，要孔到底，因为待会儿要放那个糖，它水分不能太多。你看这里面特别漂亮，带气孔，对，晶莹剔透，一看就爽快，这样都差不多了。哎呀，特别好，这好，这个是快的时候啊，弄的片儿这么下，好看，起丝儿了，起丝儿大样。对，这个就是5:1的那个比例。再来一遍，稠了也不行，稀了也不行，对，就要这样刚好拉丝儿。这个红糖来一勺，你师傅爱吃甜的，可来点，再来一个。不管它有没有水果，这个红糖是少不了的。山楂微微带一点酸，山楂粒儿，对，还得山楂粒儿。花生碎必须的。花生碎，葡萄干，葡萄干是经典。你的水果换成榴莲的好吃了。可以，各种口味都可以的。我就不喜欢那臭味儿。来一个必须要加的一个东西，有了这个东西才是点睛之笔呀。醪糟魂，你看没有？其实这个菜啊，这个小吃啊，它非常简单，家家户户都会做。来一个薄荷叶儿，好嘞，好看，好，和匀了，麻烦那个别哈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原汁原味，原生态，对，而且本地人，而且营养健康。你看没有？你看这红糖，人家你看有的就熬，你看人家就是隔水蒸。我特别喜欢这个，这带火龙果啊，火龙果颜色研究色颜色鲜艳。我不吃，我一看着我心里就喜欢，很安逸。这里边带着它的情感，对，你看从小背个背篓，隔喂猪的猪草，然后我们摘几个果子回家自己做，真高。对，你看从背着果子走到今天，成长为这个行业里边的大厨佼佼者。养大醋80。在师傅和干净的面前，永远不可能当大厨。尽量在这2天或者3天连续就把用完了。有网友问说，做好的葱油能够保存多久？这是个大问题，你要家里炸个花椒油，比如说打卤面，去到那卤上头特别香，就像葱油也是一样，我们就用多少。比如我，这周有2天在家休息，必须要在家要做饭的。这个你第一次炸葱油的时候，可以多炸一点。尽量在这2天或者3天连续就把用完了，千万别说，哎呀，我炸这一盆葱油，下了那么多料，我下礼拜还得用，下礼拜它肯定不香了，就是一定要现来现用为好。说保存几天，2、3天，不宜炸得太多。你看我们到这个涮羊肉这个馆儿里边吃饭，人家现在咱炸的那个辣椒油，老远一闻着就特香。但是说，他要给你拿了一个沉的辣椒油，什么味儿也没有，就是只有辣味，没有辣椒的香味。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另外，我们炸完这个葱油呢，一定要有个盖儿，要封着它，或者保鲜膜给它封上，不能让这味儿全给跑出来，所以要
有个皮儿啊，有个罐儿啊，一定要把它封起来，能保住它的香味儿。